你今天抱怨了吗？抱怨虽然是人之常情，但要小心了，太抱怨可能会变成一名慢性抱怨者，伤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什么是慢性抱怨者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身边有超级爱抱怨的朋友吗？像是一直在讲今天好热，上班好累，公司好挤，老板好烦，新闻好吵啊，电视好无聊，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要觉得不顺眼，想要大肆的抱怨。这样无法停止抱怨的人，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名慢性抱怨者。如果状况没有改善，后果就不只是狗狼玩而已，还有可能会造成健康上面的影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抱怨背后的科学，人们为什么喜欢抱怨，抱怨有什么样的优缺点，而慢性抱怨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先别气馁啊！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会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三餐外食、没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类型与烹调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此外，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这套让我4个月减下14公斤的外食减重学，限时早鸟贩售5折起，即省2550元。输入我的优惠码还能够再折200元。想要战胜复胖、成功减重的朋友们，赶快点击资讯栏来看看吧。在介绍慢性抱怨者之前，我们要先来了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抱怨。根据统计，人们平均一天抱怨的次数高达了15到30次，而每次抱怨的原因其实很不一样。有心理学者分析，抱怨背后的动机大致上面可以分成5种。第一种很常见就是为了发泄而抱怨。如果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像是被老板骂或是跟伴侣吵架等等，我们会产生负面的情绪，而为了排解这样子的感受，抱怨就成为了一种非常自然而然的反应。第二种呢，是为了控制别人而抱怨，希望对方在听到抱怨之后能够遵照自己的想法做事。举例来说，有一些人呢会对另外一半抱怨，你东西又乱放，为什么不随手关灯？这类型的抱怨呢，就是为了纠正别人的行为才说出来的。那第三种呢，是希望透过抱怨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像是同学们一起抱怨老师，或是同事们一起抱怨老板，而这种抱怨呢，可以让团体更紧密，让人们感受到归属感。第4种是有建设性的抱怨，这种抱怨不只是为了表达不满，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像是员工在开会时跟老板抱怨开会效率不佳，这样的抱怨就有可能促使大家一起思考怎么改善开会流程。而最后一种呢，则是慢性抱怨者的抱怨，这类型的抱怨通常没有具体原因，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抱怨而抱怨。那么虽然说抱怨看似是负面的行为但是其实适度适时的抱怨会带来不少正面的效果。除了刚刚提到的抒发情绪建立共鸣之外，抱怨还有其他正面的影响。举例来说，抱怨有时候可以强化自我认同。人是很习惯比较的动物，而抱怨呢，常常也有比较的功能。像是在抱怨同事很雷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暗示自己是相对可靠的人选；或是在抱怨政府政策很烂的时候，可能也是代表我们认为自己比政府官员更聪明。这个时候的抱怨呢，可以让人更加肯定自己，增加一些信心。而另外一种抱怨的好处是能够重新检视问题。当你把抱怨说出来之后呢，其实是在跟身旁的人确认，是不是他们也有一样的感觉。如果没有得到什么附和，可能就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进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消除负面的情绪。以上呢就是抱怨的一些优点，但是如果太常抱怨，有可能会变成了一位慢性抱怨者。慢性抱怨者是长期对于生活的各种面向都有强烈不满的人。通常来说有几个主要特征。首先，他们的抱怨大多没有合理的理由跟动机，而且习惯到处开炮。对于工作家庭、朋友、社会各种大小事都可以开抱怨大会。而且很多慢性抱怨者也会习惯把问题加油添醋，夸大严重性。举例来说，有的人只是被老板提醒报告要记得交，马上就觉得被针对，抱怨老板不信任他，上班不开心。又或者是他们会动不动就把死挂在嘴边，像是会说再这样下去我会死掉，不如死一死算了这类的话。另外，他们也会拒绝改善，宁愿继续抱怨，也不想要做出改变。像是有的人一直抱怨工作很累，但是当同事提出改善工作流程的建议时，他就认为不可能改啦，要改很麻烦选择维持现状。
总结来看呢，对于慢性抱怨者来说，抱怨已经不是一种情绪的抒发，而是一种固定的生活态度反应模式了。有些人或许会认为爱抱怨的行为只是一种性格，但有研究指出，如果抱怨太多，可能会真的引发心理问题。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曾经对于爱抱怨这件事情提出了一些担忧。第一，长时间抱怨可能会导致大脑建立起否定性思考的回路。当我们不断的重复难过、愤怒跟无力感时，大脑当中的神经传递物质可能会重塑我们的思考回路，加强消极的思考模式，让不快乐的思绪更容易出现。而当负面的感受占据了所有的想法之后，就更难出现像是感激、欣赏或是幸福感这类正向积极的感觉。有些慢性抱怨者甚至会对消极上瘾，走不出负面情绪的漩涡，而这也让他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变得更极端，失去了寻找折中方案的能力。除此之外呢，慢性抱怨者也会对于身旁的人产生影响。在心理学研究当中，有一种被称为投射性认同的行为，意思是说，我们会无意识地将自己的情感转移到他人的身上。当慢性抱怨者不断地散发消极的想法时，很可能会让其他人感到疲累沉重。而且，因为人属于社会性的动物，有学者认为我们的大脑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之下模仿周围其他人的情绪，所以当团体内出现慢性抱怨者，其他人可能也会被传染，渐渐的成为慢性抱怨者的一员。《抱怨心理》这本书的作者就说过，二手抱怨就跟吸二手烟一样糟糕。总结来说，抱怨很正常，但过度抱怨可能就不太好。那如果不想要变成一位慢性抱怨者，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曾经有一群人呢发起过不抱怨计划，他们提出了6个重点，希望能够减少人们抱怨的次数。第一，要停止抱怨，就要先定义什么是抱怨。举个例子，如果说今天工作量比较多，这就比较偏向事实的陈述；但如果说烦死了，今天工作好多，那就比较接近抱怨这类的负面情绪。那么厘清什么是抱怨之后，第二就是追踪自己有多常抱怨，有意识的记录抱怨的频率，来确认自己是不是一个爱抱怨的人。第三呢，要跟爱抱怨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遇到很常抱怨的人可能可以试着给予正向的回应，但如果说对方还是抱怨个没完没了的话，或许可以考虑离他们远一点点，避免自己也被影响。第四，尽可能的改成有建设性的抱怨，试着帮你把面对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第五是试着学习把但是这个字放进抱怨里面，例如把我不喜欢打扫房间改成我不喜欢打扫房间，但打扫后看起来呢确实比较清爽，这样强迫性的转念可能会让心情好过很多。第六，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说话时呢，试着把必须要改成要。举例来说，把我必须要照顾家人变成我要照顾家人，可能会让自己心理上面的负担少一些。那如果能够活用以上的这6个方法，或许就能够让自己远离抱怨的漩涡，过得更加的轻松。做完这一集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大家真的很难避免每天小小抱怨个1-2句，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觉得人们其实更容易成为一位慢性抱怨者。主要是因为社群平台的存在，让我们每天接受比过去多数十倍的讯息量，再加上这个演算法会倾向推送情绪价值强的内容给我们，我们就更容易接触到会勾起愤怒、悲伤等等情绪的内容，更容易产生抱怨的感觉。而在这样子的负面能量漩涡之下呢，试着厘清自己抱怨的状态，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不过我们要强调，这集并不是要大家一定要减少抱怨，或是一定要乐观面对之类的。我们之前在失控的正向思考这集当中有聊过，过度乐观其实也不太好，也是在逃避问题。所以无论是太过正向还是太抱怨，都会让人看不清现实，失去改变的动力。重点呢，可能还是在于要怎么样拿捏两者之间的平衡，让自己的抱怨适度就好。好的，那有点说教了，今天呢就先到这边，不然再讲下去，大家可能又要抱怨了。那最后呢，想来问大家，你觉得你平常的抱怨比较偏向哪一种呢？发泄型的抱怨单纯只是为了发泄情绪，抱怨完就好多了。B 建立关系型的抱怨，跟同事朋友一起吐苦水，其实蛮舒压的。C 控制型的抱怨，其实也没有很气，但就只是想要抱怨一下，让对方知道我的不满。提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大家为什么喜欢抱怨。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正向思考的陷阱以及拖延症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